如今的手机厂家能否会像对待旗舰手机一样对待次旗舰手机呢？那旗舰手机大家都懂啊，厂家一定会把现在最好的东西都放在旗舰手机上，最好的硬件呀，最新的算法呀，最好的工艺呀，对吧？那与此同时推出的次旗舰手机，这些负责走量的手机，那厂家是否会像对待旗舰机一样那么用心的对待它们呢？那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今天找来两台手机 vivo X90S 还有小米13，他们俩好像也是竞争对手是吧？那今天就用他们俩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正式对比前，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前面的照片是哪台手机拍的呢？我就不告诉你，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你得参与到摄影中来才行。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呗。vivo X90S 跟小米13后摄都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中长焦镜头。那不同的是 vivo 这边是2倍，小米是3.2倍。那小米会比 vivo 在远摄方面有优势吗？咱们中长焦环节再说啊。在 vivo 的拍摄界面中给了3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就是前面说的3颗光学镜头。这里着重说一下 vivo 在拍摄的色彩模式选择上呢，给了3种选项，分别是鲜明、质感还有蔡司自然色彩。小米的拍摄界面虽然说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但是注意啊，2倍焦段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它是没有2倍光学镜头的。在拍摄界面的左上角，小米也给了色彩模式的切换按钮，有徕卡生动跟徕卡经典2种模式。现在是 vivo 3种色彩模式拍摄的样片，可以说颜色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中间的质感模式，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沉，用老话说呢，就是照片的颜色看起来很厚实。现在是小米13的2种色彩模式样片，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沉稳的徕卡经典模式，同样呢，就是因为色彩稳重啊，看起来厚实。vivo 的质感模式跟小米的徕卡经典在观感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各位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老观众知道我们对比啊是不看重这些可以随意更改的色彩和亮度等的，我们更看重的是不可更改的光学素质和解析力等，因为这些呢更代表了手机的制造成本，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值不值。那下面就正式对比它俩在影像上的表现了，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参数上说，两台主摄可以说是非常的一样哈。对比样片，我们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啊，就没有调其他的颜色模式了啊。当然了，不管怎么调，也改变不了它们的光学素质跟解析力。中心解析力方面，两片做的都非常不错啊，很接近。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变焦画质的把控程度呢，两边也是都有下降的啊，都差不多。再看一组对比啊，这回颜色都很鲜艳啊。那中心解析力呢，还是很接近的。另一边的变焦画质，如果仔细看的话呢，是 vivo 的更好，但是也是有明显下降的。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跟普通模式一样，两边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啊。那看来白天两台主摄是很难分出胜负了。那么咱们夜景环节再看超广角镜头，从参数上说呢，两边还可以说是差不多，视角呢稍微有些差距，小米的更广。从实拍样片上看呢 ，vivo 这边的颜色更鲜亮一些，小米呢更沉稳一些。那视角差距如图所示啊，这个红边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注意看图片的中心部分是在影子里啊，稍微暗一些。那么中心解析力的差距呢就有点大了 ，vivo 这边更强。虽然说小米的视角更广，但是中心解析力的差距呢是大于视角的差距的。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
边角画质的把控呢，这回小米是不错啊，但是仔细看呢，它也是有紫边的，是不是系统给调灰了？因为能看出修改的痕迹。但是总之呢 ，vivo 这边的表现是没有小米好的。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这回颜色的差距不大啊，中心解析力如果仔细看的话，依旧是 vivo 的更好，但是差距呢没有上一组在暗部的差距那么明显了。那另一边的边角画质表现呢，小米依旧是整体更好一些。再看微距的表现 ，vivo 的微距呢就是用超广角加数码裁切来拍摄的，而小米那边呢直接就没有任何微距拍摄的选项了。那不过小米呢是可以手动调到3倍焦段来拍摄的，这个时候系统会自动用主摄加数码裁切来拍。那这时候两边除了颜色的差别之外也算是大差不差了。再看中长焦镜头 ，vivo 这边有一颗像素更高的2倍光学镜头，小米那边呢有一颗像素更低的3.2倍中长焦镜头。对比呢，咱们还是先从2倍焦段开始。vivo 是光学镜头，小米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这里提示一下看暗部的玻璃颜色是有区别的，主要是看玻璃对环境的反射。那中心解析力呢，没有意外光学镜头的 vivo 更好。现在是3.2倍的对比 ，vivo 是2倍镜头的数码变焦，小米是光学镜头。解析力上呢，光学镜头的小米更好。那最后再看一组10倍的对比吧，它俩呢就都是数码变焦了，表现呢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对比了很多组都是这样。你别看小米有一颗3.2倍的长焦镜头比 vivo 更远，但是 vivo 这颗2倍它的像素更高小米的3.2倍呢像素更低，那超长焦呢也就是这样了。再看前摄自拍的表现，那两边都够精致的是吧都有美颜效果，但是肤色呢是 vivo 的更正常，那小米那边是不是太想表现红润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今年是17岁，那 vivo 看起来呢就是这样，那小米那边呢看起来有点像心里生了气表面还笑的17岁。前摄录像清晰度两边都没问题，防抖也都不错，那还是肤色的问题没有开任何的美颜。我经常户外拍摄呢，肤色就是挺黑的。那小米那边呢看起来有点白，而且这背景的颜色也是 vivo 的更好看。人像拍摄一直是 vivo 的强项，那这个场景呢 vivo 的人物肤色呢还是更令我喜欢一些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但是换了一个场景我问一下这回还喜欢小米人像的请举手。这个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呢？主轴宽容度，咱们先从难度低的场景开始。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亮部还有暗部的细节呈现呢，都可谓是棋逢对手。那下一个场景呢也是如此，像这样的场景对于它来说呢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场景的难度开始提升了主摄上 vivo 的暗部细节呈现更丰富，亮部细节呢两边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呢两边也是很接近的。那场景的难度再增加一些，主摄的表现亮部虽然说颜色不同但是细节呈现是差不多的，暗部的差距就比较明显了vivo 的表现更好，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再说夜景的表现，两台手机都能关闭自动夜景，这点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一个场景，主摄亮部的表现两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暗部细节的呈现是 vivo 的更好，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下一个场景，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主摄的表现都是 vivo 的更优秀了，那超广角呢也是一样。老实说之前测试的旗舰手机到目前这个场景呢，应该还是不分胜负的。那没想到这两台手机差距已经拉开了，场景的难度再提高一些，对比的差距呢也被拉大了。主摄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都是 vivo 的更好那超广角也是一样的。再看看中长焦的表现吧，现在是2倍的效果亮部细看的话 vivo 稍微好一些，但是水平呢是差不多的吧。那现在是3.2倍的表现，这回小米的亮部细节好了一点。那场景的难度提高一下2倍的表现 vivo 好很多，而且小米的鬼影已经出现在旁边的屋檐上了。3.5倍的表现两边都不能说好咱就说半斤八两吧。昏暗的城市道路上，主摄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的细节明显都是 vivo 的更好那超广角的效果呢跟主摄比是没法比的，但是要看的话呢还是 vivo 的更好。从现在开始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因为后面的场景都非常暗了。祖传神助场景，主摄 vivo 的更好放大看细节呢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那这种差距呢在旗舰机的对比中也是很少出现的这个场景应该差不多才对。那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 vivo 的更好，女流氓小象没有悬念，主摄 vivo 的更好细节呈现的差距很明显，超广角也是 vivo 的好。健身器场所主摄的差距依旧是很大的。那老观众到这儿呢应该可以看出来 X90S 和大哥 X90 Pro Plus 的表现呢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小米13这边跟他大哥小米13 Ultra 比，那简直是差了好几代产品一样。那超广角的表现呢同样也是 vivo 的更好。这种细节呈现的差距会一直延续到树林小路和祖传神助 Pro 场景，为了节约时间呢咱就不一一展现了。录像我们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
这也是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白天手持的表现啊，主摄两边的色彩倾向呢很像照片的色彩，防抖跟清晰度两边做的都不错。超广角的表现呢，两边也都是挺好的。2倍的表现清晰度两边都还行啊，但是小米的锐化更重。3.2倍的清晰度呢，还是小米的更好一些。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 vivo 的更好，虽然说防抖两边都有下降，但是 vivo 看起来更稳。最关键的是细节呈现 vivo 要好很多，而且小米那边的鬼影呢也很明显。超广角的夜晚录像表现也是 vivo 的更强。那现在是2倍端录像的表现，那 vivo 的画面纯净度可比小米强多了啊，对吧？那同样的3.2倍端的表现呢，也是 vivo 的强，而且这个差距呢，正好是把2倍的差距给放大了。公元设计上 ，vivo X90S 就是 X90系列的设计语言，3款 X90手机啊，看起来就跟三胞胎似的。而小米13的外观跟它的大哥13 Ultra 就没什么关系了，而且有些测试环节呢和13 Ultra 的差距，看着呢也跟不像亲生的一样。正面的屏幕一边是曲面屏，一边是直板屏。我对这两种造型呢没有好恶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呢？但是由于是曲面屏的原因 ，vivo 这边的裸机手感啊确实好一些。那处理器 X90S 用的是最新的天玑9200 Plus， 小米13用的是骁龙8 Gen 2。但是具体的游戏发热和跑分啊，这些我们不是很在行，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那先说白天，它俩主摄的差距呢没有被拉开，水平都是挺高的。超广角和长焦呢可谓是各有优势，微距两边差不多，前摄 vivo 更强，人像 vivo 强很多。宽容度的表现也是 vivo 的更好啊，夜景的差距就更大了。在城市环境里呢，差距就不小，到了极暗环境 ，X90S 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录像的表现，白天两边差不多，小米的长焦呢还稍微好点，但是到了晚上啊，从主摄到超广角再到长焦，都是 X90S 的优势明显。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